你通过我的表情读到我的内心，有并购2个字，那请你再重新读一读，看看我的内心里面是不是有双赢2个字。怎么双赢？我们同意500万，但是你们要撤诉，并且保证永远不以同一理由起诉。我们各退一步，互相谅解。同时，我再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。我们不退，半步都不退。你是不是跟你的当事人商量一下？不用了，我们也不和解，法院见吧。请问你们谁说了算？我是律师，我说了算。这份协议在我们下班之前都有效。我们的下班时间是晚上6点半。我的案子以后你少掺和好不好？不是，现在什么情况？是谈崩了吗？你别给我呀，我也看不懂，我听你们的。我觉得算双赢吧。他们本来是必败，为什么要跟他们双赢啊？因为打官司是一件性价比非常低的事儿。你为什么突然替他说话了？我没有替他说话，我真的是觉得是这个。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。你听到什么了？他要给你一份工作，他是不是让你去他律师事务所上班，对吧？他总能抓到人的软肋，因为他知道你想要什么。你的意思是我被他收买了是吗？我不是这种人。我没说你是那样的人，我说他是那样的人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根本就没有告诉他我到底想要什么。我满脸写什么了？我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律师，因为我是个法律天才。你们别吵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跟他对抗，就是想引起他对你的关注和兴趣，太明显了。因为我是，我就这么想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Excuse me， 一杯卡布奇诺，带走，谢谢。罗律师，正好，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吗？非常乐意。根据这份协议，你可以获得500万的投资款。这么多啊？当然是有条件的。首先你要保密，其次你要跟任先生成为一致行动人。什么叫一致行动？就是你不能告他了，他给你的500万就是把应该赔给你的侵权费当投资款付给了你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我不管什么侵权费还是投资款，签了就能给钱吧？但前提是你要先撤诉。没问题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签？达成协议我们先签，签完之后我闪送给你，最晚明天可以吗？可以。要不我们互相加一个？当然，我的荣幸。我的荣幸。那我先走了哈。再会。其实，一直以来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咖啡师。谁拦着你了呢？没人拦着。罗律师，再见。再见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咖啡师并不是我唯一的人生志愿。你唯一的人生志愿也不只是做咖啡吧？你是想要炫耀你有很多人生选项，选都选不过来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总是觉得你对我的职业充满了敌意？我没有办法尊敬把我赶下电梯的人。不是赶下去，这不是我自愿让你们的。那好，我替我的同事跟你说一声道歉。当时你也在场，怎么没有见你阻止他们呢？如果这也是我的错的话，我也可以跟你道歉，并且这很有可能成为我的人生耻辱。大西，我姐刚接到法院的通知，她说下礼拜4开庭。好啊，真的太谢谢你了，我应该的。那帮人帮到底，你再帮我姐出个庭呗。这不行。我们给钱，上次你写状子那个钱，我现在就转给你。不是，芳芳姐，不是钱的事儿。只有律师才有资格出庭，像我这种闲杂人等，是没有资格在法庭上说话的。帮你们写个起诉状什么的还可以，但是这个真的不行。哦，这样啊。那没有律师，我们也可以赢吧？我们占理啊。我帮你做杯咖啡吧。
罗宾又去干什么了？进来说吧。对不起，我要去工作了。什么事儿？10万火急把我叫回来。这是什么？我在猎聘上帮你找的各大法律院校应届毕业生求职简历。我不需要。你需要？为什么？难道你想自己去值班，还是在何塞的管理下？他没资格领导我。他现在有了。律所成立了公益调解中心，何塞是负责人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在今天早上你没有参加的例会上，他们居然在我不在的时候做了决定。你不是高级合伙人，也不是律所管理委员会成员。我会争取的。你记住，我走马上任那天，我一定会专门为你设立一个职位，首席编词师。非常期待。但是现在，你得先把这个表填了。这又是什么？公益律师值班表，每个律师每个月要值班1次，合伙人可以由助理代职。告诉他们，开除我好了，去猎苹果找个工作，正好我也想换一份工作，比如咖啡师。为什么是咖啡师啊？任小年是何塞的客户，他把何塞给辞了，你接了。你是说我不该接？我是说，你这样的话，何塞会觉得你在针对他。所以他弄了一个值班表来针对我。你们这是冤冤相报。不，我叫以德报怨，他叫恩将仇报。我是不是应该换个时间再来？是的，我不喜欢开玩笑。我没有和你开玩笑。律所成立了公益中心，由我来负责。恭喜你，好好干。我需要你配合我的工作。我为什么要配合你找我自己的麻烦？这是公益事业。公益，我看你是公报私仇。你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你少说了一个伪字，伪君子的伪，夺伪君子之腹。我不是伪君子，我是来跟你讲道理的。我不是什么客户都伺候的。任小年就是我让给你的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可以走了吗？我没说完呢。那你还要说多久？我才刚刚开始热身。OK， 那让我来告诉你，我作为资深律师，1小时的收费标准在6000到10万之间。根据案件性质、复杂程度、工作所需、耗费时间等因素，外地民事、经济、行政案件不涉及财产的，咨询费不低于5万元，请你先去交费。我作为一名资深的法律顾问，我的律师意见也是很贵的。我没有向你要意见，你呢？带何律师出去先交个费，可以给他优惠98折。我不是来跟你咨询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你犯了一个错误。我从来不犯错误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最珍贵的财产，是我能紧紧抓住的东西。第一，你不是我；第二，有些不属于你的东西要学会放手；第三，紧握拳头是没有办法去抓住新东西的。我不是在跟你说握拳或者是松手，我在跟你说 ，If I were you, my prized possession would be the ones I hold so close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最珍贵的财产是我能紧紧抓住的东西，是我最珍贵的财产，不是你最珍贵的财产。My prized possession 是我，不是你。你昨天说错了，你把我说成了你。我没说错，就是你。有些事情你应该紧紧地抓住，而不像我手里的东西太多了，可以放弃掉一些。所以说，如果你需要客户，随时告诉我，我可以让给你。我在跟你说这个歌词儿，你昨天说错了。这首歌是Celine Dion演唱，由 S. Bacon 和 A. Roman 一起填的词。If I were you， 如果我是你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有完没完？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不就是一个破歌词吗？这都争了几天了，非要争出个对错输赢，这又不是法庭。你听见了，他在胡搅蛮缠。不，你混淆了胡搅蛮缠和据理力争。我没有混淆。混淆了又怎样？这不就是你们律师的基本功吗？你们不就是靠这个赚钱吗？你说的是罗宾，不是我。看到没有，何律师完美的展现了什么叫胡搅蛮缠。要么交费，要么从我这儿出去。其实何塞是个好人，
我和他是大学同学。你们俩大学就这么不对付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和他是大学同学的意思是指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清楚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好人。何律师，干嘛？没有，我复印文件。没事叫我。帅哥，我能请你吃宵夜吗？人家都在这儿等你好久了。那我要是不坐地铁呢？你要是不想让我找到你，你就把你这定位给关了。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当事人了。当事人，就是当他遇到事儿的时候他是人，等他没事儿以后他就不是人。嗯。喂 ，Alan， 我现在在外面呢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就是想问一下您，您让我准备的那些证据和材料我都准备齐了，但是复印件就行，还是一定要原件啊？复印件就行，你明天送到店里吧。好，拜拜。别找我，我可不管了。行，我帮他找法律援助。帮他找干嘛？你让他自己找不就完了？他又不知道去哪儿找。上网，网上好多骗子都打着法律援助的旗号，压根是法盲。哎，咱能不能吃一堑长一智啊？你跟艾伦什么关系啊？他不就去你店里取过几次餐吗？你为什么要相信他？他万一胡说八道怎么办？就跟那吴美薇一样。行，啊，你别生气了。以后不管是谁，我都不找你，不给你添麻烦。你给你自己添麻烦也不行，咱以后多管这些事儿。我又没多管闲事，还没管？那吴美薇那事儿不就是你让我管的吗？是我让你管的，但是现在不也是皆大欢喜吗？嗯。皆大欢喜，你管这叫皆大欢喜啊？你们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就全面投降，这是我接的第一个案子，我想打败罗宾，我想看到他被客户痛骂的样子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总是拿钱办事儿，他们做的应该是道歉，而不是随便给点钱，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行，你也要替美薇好好想一想啊。我跟他合租，他的房租经常都是我垫的，对他来说，他宁肯早点拿钱和解。一个官司打个1年半载的，就是赢了又怎么样？不也是赔钱吗？可能赔的还没有和解拿的钱多呢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？啊，我没你想的周到，我是没你想的周到，我不如你聪明。我这是在帮你复盘啊。不用。你要想复盘的话，你还是帮自己复下吧。你好好想想，你是怎么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？你是怎么成功的沦落成了一名社会青年？你没法从事任何需要有文凭的工作，你甚至连参加司法考试的资格都没有。戴鑫，我知道时光不会为我停留，茫茫人海中也没人会回头，我一个人加油，一个人终究自己的我在为你附送上一份工作的机会。
哎，我什么时候可以上班？啊？你哪位？我是黛西。黛西？哦，随时。好。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，生活垃圾分类已经提前实现全覆盖。国家文物局编制授权操作指南，鼓励社会力量开发文创。都准备好了，左立好。陆老师，早上好。干什么呀你？我按摩呢。你要是也想按摩啊，你可以跟我借，或者我买一个送给你也可以。你跟白金红说我什么了？他现在还不是你的客户。我问的是你跟白金红说我什么了？我们俩就随便聊聊。不是我呢，我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恰巧我们俩坐在了一起，就聊了2句。他问我说：“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单身？”啊，说你这么帅，还这么能干。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因为啊，喜欢你的女人太多了。”这不是造谣吧？你说我可以，为什么要说丽娜？他问我都有哪些女人喜欢你啊？我一时呢，我想不起来别人的名字。你就是故意的。哎，我就是故意的了，又怎么了？你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，你以为败坏了我的名声，对方就会跟你签了吗？哎，只要他不跟你签，我就开心极了。至于跟不跟我签，我无所谓的。我不像你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对自己有利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敢信口雌黄，我保证会把你的脑袋就像这个核桃一样。陆老师，老大在你办公室呢。老大，你和何塞不对付，你们在相互拆台。老大，这事儿必须说清楚。任小年的事情是我给他补台，百金红那儿是他给我拆台。补台的结果，我们不但留下了任小年，而且通过他，我们得到了很多重要的客户。拆台的结果就是你们俩谁都没有签下百金红，对不对？那这是何塞的责任，你应该去找他谈。我先和你谈，你和何塞必须搞好关系，我不能让人认为我们律所里两虎相争。他不是虎，所以不能叫两虎相争。那叫什么？鹬蚌相争。他是蚌，你也得不了多少便宜。我没想得谁的便宜，谁的便宜我也不想占。请问您找谁？啊，我找罗宾。哦，您约好了吗？没有。不好意思，罗律师需要预约。我是来上班的。您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吧。好。这个事情我会尽力配合，但是值班那个事儿，找个助理吧。我没让你值班，找个助理啊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指使别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喜欢指使你？您是我领导。好，接电话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和何塞。喂，罗律师，我是黛西，我到你律所前台了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。小美，律所的福利你还没领呢，西班牙的皇室用的。哇，谢谢。
嗨，你这样就来了？怎么了？你看过《侠胆雄狮》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来吧。对不起啊。这女孩是谁？我怎么知道啊？罗宾不是所有的日程都由你来安排吗？是我安排的。我看她眼熟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你有脸盲症，你看谁都眼熟。我能识别出你跟她是两个人，真不容易。没有什么学历，硕士学历还是博士学历？本科。本科都没有，那你是自学成才吗？我上过法学院，只不过是在最后1年实习的时候出了一些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我不想说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们律所最低要求都是硕士学历以上。可是您昨天说要提供给我一份工作，并没有告诉我说要硕士以上啊。我现在说也不晚。唉，吴美味的合约还没有最后签字吧？你威胁我？温馨提示。那你能做什么？所有律师助理能做的事情，我都可以做。会写律师函吗？会。这是你写的？嗯。您能不能以我的名义发出？对，还得盖上律所的章。这里边是所有的材料，还有相关的资料，确实可以证明是上班的途中遇到的交通事故，符合工伤认定。这是你送我的见面礼，希望您可以喜欢。好，我让丽娜给你找一个位子，你进来一下。关于你没有学历的事情，不要跟任何人讲。那如果有人问呢？你就说我不告诉你。黛西，我的助理；丽娜，我的秘书。所有助理都归何塞管。不，除了我的。那你需要去。我会跟封印说的。跟我来吧。还有，换个发型。走吧。这边有2个空位子，你选一个吧。谢谢。丽娜姐，你先坐。范小天儿，你个白痴啊，废物！我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错别字儿，给我重新校对一遍啊！一个字儿，一个标点符号的校对。现在开始，你们所有人啊，都听好了。如果想在全景待下去的话，那就都得给我认真啊，尽全力。我们这儿不养废物，开始工作。你谁呀？我是黛西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今天。谁招的你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填没填表？谁给你填的表？我没面试过你，但是我在哪儿见过你？黛西，罗宾刚招的助理，今天刚到实习。按公司规定，实习期满才需要办入职手续。我是何塞，所有的实习生助理都归我管，
罗宾的也不例外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送外卖的。他不是，你看错人了。可这个头发，罗宾已经跟他说让他换发型了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是说罗宾找了一个送外卖的给他当助理？那不能够呢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对不起啊，喂，朱莉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啊，好。你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。谢谢你啊。何塞经常认错人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该走了。对，谢谢。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都说我应该找个助理，所以我就找了一个。从哪儿找来的？垃圾箱捡的。别跟我开玩笑，别人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我见过他，他之前来送过外卖。她有一个孪生姐妹，2个人长得一模一样。你就打算这么跟何塞解释？我为什么要跟她解释？何塞也见过他。她没见过。见过，我在场。那就请你告诉她，她认错人了。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。谢谢。还要感谢你助理的完美配合。他怎么配合的？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啊。特别好。特别好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俩初次见面就可以配合得如此完美。何塞可没那么好糊弄。你没问题，你对付他绰绰有余。那你的助理呢？他更没问题，8个何塞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你到底为什么招他？你这不是等于给自己埋雷吗？我不太喜欢没有难度的生活。那是不是以后我的工作里面还要加一项排雷的任务啊？你这是在委婉地提出加薪的要求吗？罗律师，我不能给你开车了。为什么？那天我去接你，后来送孕妇去医院，结果闯了一路的红灯，全给拍了，扣了12分。我现在没驾照了。你不要着急，我现在去开庭，等我回来，你的驾照我给你要回来。好，开庭是大事，我这不急。可是谁送您啊？我自己开吧。那您辛苦了。黛西，这是马师傅。哎，待会儿你帮他起草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，等罗宾回来你给他。好。马师傅，哎，我刚从法院出来，你在哪儿？已经解决了，您助理帮我解决的，都刷屏了，交警也跟我解释过了。他们调查过，我确实是送孕妇上医院，我现在也出名了。今天晚上的文章引发热议。文章是律所的一位实习律师写的，讨论的是司机在临产孕妇闯红灯该不该罚。我们现在就在全景律所向您报道。今天是您第1天上班？对。啊不，准确的说呀，他还没有办理正式的入职手续，所以还不能算是第1天上班。律师说话真是严谨。我们呢是经过长期的专业的训练的，平时啊，我就经常跟我们全景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们讲，一定要热心公益，要用我们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去帮助社会啊，服务社会，回馈社会。明星律师回来了！哇塞，换发型了，还挺漂亮的。你们俩，我收拾东西啊。你这发型挺好看的，跟以前那比吧，脸儿小。哎，我听说你到全景上班去了，是吧？嗯，恭喜啊！谢谢。哦，对了，那个，这是给你的啊。这是什么呀？艾伦父亲的律师函，我写好了。谢谢。谢什么谢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啊！对不起啊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错了，我今天复盘了一整天。我当时吧是特别生气，
但是我觉得，你好赖跟我商量一下啊。结果你们俩在那边啊讨论特别火热，那把我丢一边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啊！赶紧走吧你！哎，那你原谅我了吗？啊？那我吃了药，是不是就算好？没有。哎呦，不行，我现在有点头疼，我看会儿。哎呦，不行，别晃，别晃，哎，别晃，头疼着。走开！你好好跟我走开！看一会儿。走开！任总，罗律师，您看一下，坐吧。这就完事儿了吗？我就是想要个结果，结果你们那个何塞律师一直跟我掰扯法律条文，掰扯我头都大了。他有他的问题。来，进来，我介绍一下啊，罗宾律师，我的法律顾问，这是我儿子任乔。哦，哎，罗律师你好。你好。那你们先聊，我待会儿再过来。不用，都不是外人，什么事儿说吧。就是这个新品的宣传广告，您看一下。没有更好，只有最好。不能用“最”字。为什么？如果使用最高级的话，可能会带来诉讼风险。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案例，被判赔了50万。50万？嗯。成本不是很高，我们付得起。可如果加上诉讼成本、律师成本、时间成本，包括公司的声誉以及未来不确定的风险，可就远远不止50万了。那如果我想让人知道我是最好的、最强的，我该怎么做？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。什么叫反正就是不能使用最高级？姑娘，我付给你们钱是让你们来做我的法律顾问，你不能光告诉我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，你还得告诉我什么东西是可以的。任总，可以换一下顺序。换顺序？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。好，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，不用最高级，用比较级，去吧。行，你在哪儿读的法律？你怎么进的这个律师事务所？你念过书吗？任总，还是要相信我们律所。您能别让我跟任小年打交道可以吗？我干别的事儿都行，比如说你让我去写诉讼文书啊，去法院立案啊，查资料，还有彻夜加班也行。理由呢？他根本就不尊重法律。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尊重。什么方式啊？酬金啊，他是我们最慷慨的客户，也是最粗鲁、最没礼貌的客户。那说明你做的还不够好。如果你让他满意了，他就会给你很多酬金，以表达他对你的尊重。可如果你让他没满意，他就觉得没必要对你表示尊重。不是，我不明白，您为什么可以忍受这种混蛋呢？我雇你当我的助理，不是来让你问我这种愚蠢的问题。唉，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您能和任小年惺惺相惜了。你用错成语了，我跟他谈不上惺惺相惜。那您这是什么呀？叫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谢谢您抽时间过来。张克先生，
我是受你老板郑凯旋先生的委托。啊，他是我前老板，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还是有关系的，你们俩有竞业协议。我已经付过违约金。黛西，你给张先生普及一下。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，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后，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按照约定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那你就不能创业了2年以后还是可以的。？2年？那你们聊吧，我还有事情，先走了。你可真会挑时间。他本来已经决定投我了。如果他投了你，再发现你有竞业协议，你惹的麻烦会更大。您把自己说成救世主了。过奖了。郑老板欢迎你随时回去上班。那就是让我去死。知道他是怎么对我的吗？不管我想干什么，他都不同意。他根本看不上我。我在他公司2年，我都快得抑郁症了。不好意思，张先生，我后面还有事儿。如果你希望跟你的老板重修旧好、捐弃前嫌，随时找我。我觉得咱们这样做对他不公平。人家当时在你那儿，你也没好好重视人家哦。现在人家自己出来创业，有了热度、关注度了，你就拿出了竞业协议。需要我提醒你，这份律师函是你起草的吗？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在郑凯旋那儿受的委屈，那只是他的一面之词。您没有看到他的眼神啊？啊，特别绝望，绝对不是装的。有一句话叫“置于死地而后生”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往死里逼呢？我给他路了呀，让他回来上班。那是绝路，绝处逢生。你能不能设身处地的替他想一想啊？他怎么能回去啊？他原本可以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的，现在却要让他回到那个让他受尽冷落的前老板那儿，这不是胯下之辱吗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他可以向韩信学习。我觉得咱们这么做不对，不公平。你的工作不是来提醒我，记住，我们是律师，郑凯旋的律师。那也不能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吧？那你的意思是拿人钱财给人添堵？你们可真够敬业的，拿刀捅了人，还得回来看看这刀捅得有多重。我是想，郑凯旋给了你们多少钱？你干这么缺德的事儿？跟你直说吧，他就是想让我回去，在他手底下服服帖帖的对他点头哈腰、言听计从，我不会接受。你告诉郑凯旋，我死都不会。其实你不用死啊。你有亲戚吗？我的意思是，竞业协议其实只是对您本人有效，但是对您的太太、您的父母、您的兄弟都是无效的。我可以让我太太去创业，我给她当司机，让她去见投资人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这么做是对的。对在哪里？你这是在出卖我们的客户。张科他当年签这份竞业协议的时候，本以为自己会受到重视，大展宏图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如果这个理由成立，所有签过竞业协议的人，如果不想遵守，都可以说自己受了委屈，都可以就此要求免除竞业限制。那这个协议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？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有点同情心的话，你真的以为你很聪明吗？我警告你，你的所谓同情心，严重损害了我们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而且。因为你的这个自作聪明，接下来我将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法律手段，把张科告到倾家荡产。